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老朋友了，是大家的老朋友，也是西单的老朋友。身高1.58米，但八字很硬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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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要分享接下来一年他的变化，我们掌声有请王悦。欢迎大家！哎，瘦了点没？瘦了点没？哎，真的是瘦了一点，瘦了一点啊！关注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前段时间呢去做了个小手术，割了半个甲状腺，人呢也瘦了差不多20-30斤的样子了啊！也不是说这半个甲状腺有20-30斤的意思啊。其实我自己感觉这个病还好，因为我从确诊到康复一共就2个月左右的时间，身上也没有因为这个病很痛啊什么的，但是。这个事情啊，他传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乱套了，你知道吧？就那个营销号，他给我乱剪到我家族群里面已经说我得了前列腺癌了。我现在农村里面那些老家的亲戚口口相传说我得了直男癌，但其实一开始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个甲状腺长在哪里，我就问医生，我说甲状腺长在哪里啊？他说在你脖子里面。我说我脖子长在哪里啊？他说在你第2个下巴后面啊。我真的以前就是从来不会注意到甲状腺的问题嘛。我想检查出来呢，是因为我想减肥，因为去年这2年比赛比得还可以哈，有点混进娱乐圈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了个小明星嘛，现在哎呀，我就发现这个娱乐圈里面好多明星他们都打减肥针。我觉得我是个小明星，我可以小打一下。那我一去检查，医生就说你这个打不了，你甲状腺有问题。我当时急得把他拉到旁边，我说什么问题不问题的，你不要给我这个那个的哈，我诚心要打的。我多加点钱可以打吧？那个医生说你真打不了，你这个是甲状腺癌。我说癌。我当时直接在那个病房里面开始唱巴比龙，你知道吗？医生说你不要紧张，这就是一个情绪病，好多人都要得的。你做个手术，一刀割了就没了，你回去排队嘛，大半年左右应该就有床位了。我说大半年，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呢？他说目前根据这个医学应该是死不了哈，你要是死了的话，那医学应该有重大发现。其实我做手术最担心的是伤到我的声带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喉返神经就贴着甲状腺长的，稍微做手术不注意就可能滑到。做手术当天我半裸着被推进那个手术室，其实我还是蛮紧张的，一直躺在那个床上抖。那个医生一看我很紧张，他就很想安抚我，他就开始围着我看。他说哎，王悦的嘛，哎呀你是讲脱口秀那个王悦的嘛，妈呀你好好笑啊。我看了你好多 cut， 你放心，我今天绝对好好的给你 cut。我当时躺在那儿想，我说幸好老子好笑。你说要是换个不好笑的演员，那不是跟节目一样就快剪喽。手术做完你们也听得出来哈，我现在声带其实没有被影响到，全身上下没有什么别的变化，最多就是多了一条刀疤而已。但是医生很专业，他直接把那个刀疤他开在我颈纹上，藏在我第2个下巴后面。我现在全身上下多了一条刀疤，但是我少了一条颈纹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其实我做完手术过后休养了2个月左右，这2个月我想通了好多事情。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我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。我后来想通了，就是因为我情绪太稳定了。你们想一想，那种原地有风他当场就能发出来的人，他会得癌症吗？他不会，他得到尊重，是吧？我以前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为了生存，我非常的内耗、非常圆滑的一个人。但我觉得一个圆滑的人不代表他没有棱角，他棱角全部都被包在里面，每天都在里面磨自己的甲状腺。我做完手术过后，真的可以说是性情大变，真的。
以前还有半个甲状腺给我拦着，现在根本就拦不住了，真的。我甚至都在想，我说我得这个病到底该怪谁？怪全世界，每个人都动了手的，真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我首先就要怪那些打减肥针的明星，要不是他们，我查得出来我这个病吗？真的，我发疯了，乱怪，我不管了哈。这还要怪我那个原生家庭。我去年不是一直在节目上面讲了很多原生家庭的故事嘛？节目一播出，我那个原生家庭像鬼一样脸上的追着我骂。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哈，反正不是我妈妈啊。给我发消息，他说怎么生出你这样的东西啊？你录的什么烂节目？我要去起诉爱奇艺。他当时那个情绪比腾讯都激动，真的。我那天一落地，我心情很复杂，我还要把眼泪擦干了，补个全妆，嬉皮笑脸的。我着急去见周星驰，你知道吧？我们节目就是这样的，每年都会去拜访一下孤寡老人哈。就是、第二天，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张跟周星驰的合影，我原生家庭那边直接撤回一个律师函，转发我的朋友圈到他的朋友圈，文案配的是好东西啊，好东西。我就在想说，爱奇艺你没有周星驰，你早就完了，你都被讹上了。以后谁要是再说周星驰对这个节目一点帮助都没有啊，我就起诉谁哈！真的，我真的骂完家庭骂工作，那个工作更是给我重拳出击，真的。我到现在还有几场演出的钱没给我要回来，跟我说签了合同的，发过来我一看2版，1版没盖章，1版没签字，双管齐下，真的让我在拿不到钱这个事情上，妈呀，居然做了2手准备。我当时发给律师看，律师不是号哈。我当时发给律师看，律师说：“妈呀，完全不合法呀，这个合同。”我真的在想，我说我能有今天，全靠工作、家庭这些人背刺我，真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以前我觉得我自己给所有人面子，所有人给了我什么东西啊？给我一颗瘤子。但我觉得那个手术很神奇，就是一刀开下去，我感觉我所有的棱角全部都翻出来了，我都开始共情吴京了，朋友们。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才会对着镜头说出那一句“我死过，你死过吗？”哎呀，我现在真的是啥也不在乎了，谁来都不好使了，你知道吧？随便，什么东西都随便，还比赛呢，这个得冠军，那个得冠军，老子得癌症了啊！朋友们，我建议你们每一个人啊，不是建议你们每个人都去得甲状腺癌的意思啊，你们可以先假装得癌。真的太爽了，全世界都会为你们让路的，真的。我楼上有个邻居，天天大清早装修，直接在那个物业群里面艾特他，我说我得癌症了。我本来想着就是亲戚找我借钱，我直接给他回，我说不好意思啊，我得癌症了。我想着早点做手术，跟那个护士商量，我说能不能快点给我安排床位，我得癌症了。他说这一走廊都得癌症了啊。我去剪头发，那个托尼非要让我办卡，我说我得癌症了。他呜的一声把老子头发给老子推了。我那段时间真的看起来就像出家了，你知道吧？但那2个月根本就没办法出家门，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写出了我的第2个个人专长——短发。我真的回想起以前，我觉得我一直都活得像一个蚌。你们见过蚌吗，朋友们？就是那种很难想开的那个蚌，什么脏东西、烂东西全部都藏在自己身体里面。但是我感觉我没有蚌，因为蚌可以把这些东西把它磨成一颗珍珠，但我磨出来了一颗肿瘤。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做蚌，我们都去做花甲，就是什么脏东西、烂东西来了你就往外吐，脏东西一来你就呸，你就给我吐，你知道吧？当花甲多好啊！当花甲至少能活到60嘛。花甲之年啊，真的，我今年真的也刚刚过了30岁的生日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还有大把的时间要生活，真的。从今以后，我就当那种一粒沙子我都容不下的花甲，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，你们都给老子滚吧！你们这些沙子，大沙子。谢谢大家，谢谢王月，谢谢。谢谢王月，谢谢王月。喜欢王月今天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王月。谢谢庞博。哎呀，救命的！我就觉得你今年的变化其实比去年到前年还要大，因为变美了吗？你这么，
变美了。你想听实话还是高情商呢？高情商，高情商。高情商就是变美了。哎呀，实话也是，行了吧？不是，但是我实话实说，咱们讲脱口秀，我觉得你今年的第一篇没有去年的第一篇那么猛。对。但我觉得你比去年放松很多，跟你的表达的内核很像。我觉得他跟大宅都特别一样，就特别潇洒，特别自如。所以我其实看完王悦表演，我就特别感谢王悦和大宅还愿意回到我们这个舞台上，就是把你这些个精彩的表演展现给大伙儿看。我电影首映的时候，王悦来看了。哦，是吗？对，然后其他的人都是那个看完电影之后就分享的东西，就是关于电影啊什么的。王悦直接即兴来了一段脱口秀，非常精彩，然后把在座所有的人都给弄笑了，太厉害了。就您这个电影这么值得吐槽吗？他不是在，我是夸赞，他是夸的，夸的同时还好笑，是不是更难？那确实是。对啊，就所以我当时很谢谢你。我看之前的节目的时候，别人问你说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，你当时就一下就落泪了。我就发现你其实不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。吓死我了，屡试不爽以为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那种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的人，但是今年确实做完手术过后，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没那么重要了，就是对你老是给大家那个印象，然后你自己装着装着，你自己也信了。对吧？对，我觉得我以前可能也是那样的人，但是你现在就是学会，我觉得你现在是真的不内耗了，是不是？不内耗，对。好，就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，比什么天生乐观都重要。肯定的，对。希望你们也是啊，真的，把你们的棱角都给我翻出来啊，真的。